首先呢，先把房间整个清空，才能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。这次的改造只有我一个人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。很久没有这么空了，现在讲话都有回音哎。这次是整个房间的大改造，天花板、墙壁、地板原本铺设的舒适毯也要一起换掉。这个的缺点就是它是一整片，然后很重，然后你买的时候它也是一整卷。然后你就要算好你的这个长度，那算你要买几块，哇，超重的先来处理房间角落和外墙面的壁癌和霉斑，要先用铲子把原本的漆面挖开，才能处理里面的霉菌。所以我先铺个养生胶带，才不会弄得到处都是碎屑。很多壁癌的地方都有点蓬起来了，很轻松就可以戳开。后面都裂开了。而且最近地震之后，墙面也跑出很多裂痕，要全部挖开修补。为了减缓壁癌的复发，我先涂抹了2次去霉的药剂，希望可以把霉菌杀光光。光是弄到这里，我就快累死了。搞得跟工地一样，好可怕啊！今天应该是继续处理这个壁癌的部分。这个呢是偏细酸钠，我在网络上查到。简单来说就是你加到水里面，然后看它有缝隙的地方，然后它的结晶就会深入那个缝隙里面，外面的水就跑不进来。不知道有没有效？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只要加入1:5的水，摇一摇就可以使用喽。弄到这里，我就想说，还是就这样被虚封就好了。处理完壁癌的问题，就可以用补土和石膏粉把坑洞都补起来。看到坑洞消失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这个比较大的裂痕啊，就是买了玻璃胶带，是有这种网状的结构，比较不会裂开的，应该吧？看这里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效啦，试试看。盖掉就好了。天花板的裂痕也可以使用增加强度，然后上一层补土油漆的时候比较不会掉色。OK， 应该再一次就可以了。看起来是还不错。上次装的这个吊衣架，螺丝孔都被我封住了，所以我只能用拔的。好掉嘞！我还有ございます。墙面大伤都已经完成喽。哦，接下来要处理这个窗框、踢脚板，因为都是这个非常复古的颜色，所以一样把它涂成白色的。因为铝框是金属的光滑面，要打磨一下比较好上漆。像是踢脚板改造粘的波音贴也要撕掉，重新上漆。算是还蛮好拆的，连漆一起给我弄掉了，粘性蛮强的。稍微打磨一下，再来上漆。墙面的补土也要用砂纸打磨才会光滑，不然像我补土都弄得坑坑巴巴的，连续做工3天，我的肩膀都快爆炸了。
所以聪明如我呢，就跑去借了研磨机，把砂纸夹在上面，只要插电就不用用手磨了。超级轻松，但缺点就是粉尘会变得很多，全都是灰。不过打扫总比我累死的要好。这次墙面和地板改造选择的是 90s 科技家居的乳胶漆和免胶地板，官网选择完就可以直接寄送到家，油漆工具组也可以一起订购。除了基本的油漆盘、滚筒、刷子，保护用的遮蔽和养生胶带都一起附上，超方便。我就专心在改造的过程就好了。为了减少踢脚板的间隔线条，我就先用补土填缝，再一起上漆。90s 的乳胶漆是和国内的油漆大厂红牌合作的，品质我就蛮放心的。几十种专属的特调颜色可以挑选，搭配海绵刷几乎是没有刷痕，整个墙面都变得很绵密的感觉。你们听这个声音，其实油漆是一件蛮舒压的事情，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坑坑洞洞修补成一面饱满的棉花糖墙。边边细缝这样刷子就好了。工具组的滚筒的刷子都蛮好用的，而且没什么刺鼻的味道，早上漆完，晚上就可以回房睡了。上了2道漆之后，墙面的颜色就变得非常饱和，超好看。也太白了吧！真的是不枉费我辛苦这么久。然后稍微清洁一下，就可以来涂我最期待的地板喽。干净。但是原本瓷砖隆起的越来越多，所以我准备了新的免胶科技地板。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，打开来就是这样子。套上去几乎是没有缝隙，因为角落有2根柱子，没办法直接铺设，必须裁切成适合的大小。还好 90s 科技家居的人员跟我说，只需要用美工刀划2刀，再用力对折就可以裁切了，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坑洞。免胶地板的背面是波浪的止滑纹路，所以直接铺上去就可以了，不用粘贴就很牢固。我一个人铺3坪的房间，大概花了4-5个小时吧。裁切到后面会越来越熟练，吸尘器跟除尘纸也可以直接使用。这个也太密了吧，它完全没有跑进去，而且这纹路也太漂亮了吧！铺好了。这地板很好看吗？这个是北美浅橡木，整个房间变得非常亮白清爽。官网还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木纹可以挑选。这个免胶地板的品质比原本舒适毯好很多，光是这个厚度就差很多，但是踩踏的感觉非常厚实。而且我觉得免胶地板的重点就是随时可以拆卸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是租屋族或是像我一样喜欢改造房间的话，就很适合，随时都可以像这样一片一片拿起来。想换那个不同的纹路，也可以直接替换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新的一年呢，你也想要换个心情跟环境，目前官网有岁末嘉年华的活动，订购地板或是隔音板就会有它的电气管购物金，上面有很多日系的简约品牌。那我要继续去改造我的房间喽。原本的灰色窗帘有很多皱褶，所以我要换成更干净利落的卷帘。原本是想说直接锁在墙上，结果发现窗框上面预留的螺丝孔竟然刚刚好，这样就不用钻墙壁了。我只好回去换小一点的尺寸。没想到还是太长，所以我决定把它锯短。
为了坚持干净一致的风格，真的是快搞死我。还好最后的成果很不错。衣柜是挑选同样利落简约的 PEX 系统衣柜，要把衣服和其他杂物都放进去，可以 DIY 组装和自由搭配里面的配件比较有弹性。但很多人的经验分享是，这款衣柜比较容易因为潮湿变形，所以我预先在没有风便的地方涂上木头防水漆，希望可以耐用一点。剪一剪房间是不能出现很丑的贴纸的。DIY 打造一间自己的房间是真的蛮有成就感，看它慢慢成型，变成自己规划中的样子。PEX 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己选择内搭的配件。因为我衣服太多，所以只装了一个吊衣架、层板和2个抽屉。之后有变动也可以再调整配置，而且抽屉竟然还有缓冲。DIY 是很好玩，但就是很容易装错，歪掉。原本的床架用了快20年，都裂开发霉了，所以这次想试试简单一点，床垫直接放在地上看看。然后床单也换成纯白的色系，就很有饭店的感觉。书桌的部分就沿用原本的 Alex 抽屉柜。和木材行购买的柚木桌板，保留一点点木头的温润感。原本放书和收藏品的黑色展示柜，则是换成单门的收纳柜，宽度刚好可以放进柱子旁边，这样开门也不会撞到。然后把电器旧定位就完成喽。改造完成了，简单的房间，简单的生活，改成纯白色系之后呢，都觉得变得光明许多。现在整个房间最黑暗的应该就是我了吧？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呢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哦。我是天天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